作为一个当惯的仆人的澳大利亚，在军事上所有的自信呢，都来自于美军。当中国可以和美国掰手腕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心情自然很慌乱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节目我们说一说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署了一份安全协议，澳大利亚是十分的不爽。3月25号外电报道是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署了一份安全协议，说所罗门呢可以请求中国警察、武警和人民解放军协助处理其国内的骚乱事件。这个报道让澳大利亚人的心情是十分的凌乱。所罗门群岛呢位于西南太平洋，在澳大利亚本土的东北方向，距离澳大利亚著名的旅游景点凯恩斯市的大堡礁有1700多公里。2019年，所罗门的群岛总理访问北京，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情的接待。从这位总理的面容上，我们可以发现他既不是黑人，也不是黄种人，他是美拉尼西亚人。实际上，所罗门群岛有 94% 以上的人口是美拉尼西亚人。根据有关人口学家的研究，美拉尼西亚人的祖先可能是在5000年以前从东南亚陆续来到这个地方，在他们的身体里面还存在着许多非常古老的基因。所以包括所罗门群岛在内，南太平洋上的土著居民才是这一片海洋和众多群岛的真正的主人。澳大利亚的白人不过是后来的侵略者和殖民者而已。澳大利亚借助西方后台，总是把自己当作西南太平洋上的主人。实际上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南太人民都不太信任澳大利亚人。早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所罗门群岛，并且试图越过所罗门群岛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珊瑚海占领澳大利亚。美军和日军在这里打了一场大海战。虽然美军损失掉了列克星顿的航空母舰，但是阻止了日军的推进。西方国家总是描绘说这次海战拯救了澳大利亚的命运，但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是说出了真相如果不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拖住了日军 60% 以上的兵力，日军能够用来入侵南太平洋的兵力不足，否则日军早就把澳大利亚给占领了。所罗门群岛现在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虽然这个岛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作为地区的大国，也是发达国家，对这些周边小国不仅仅没有任何的帮扶，反而是处处把他们当笑话来看。所以所罗门群岛向地区外的其他国家寻求帮助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作为一个主持正义的大国，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地位，拥有旺盛的进口的需求和强大的投资能力，而且中国人处处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中国人受到所罗门群岛人民的信任和欢迎，那是必然的。2019年所罗门群岛决定终止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所谓的外交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这件事却引发了所罗门群岛的社会的骚乱。这一起骚乱的事件是台湾当局不甘失败而有意煽动的。因为所罗门群岛没有军队，警察的力量也很弱，安全方面主要是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帮助。当时澳大利亚还派出了一定的警力帮助所罗门平息事态。显然澳大利亚是把所罗门群岛当作自己的后花园的。那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3月25号澳大利亚的有一个媒体评论员公然煽动入侵所罗门群岛。这个人将中国和所罗门群岛为维护该国的社会秩序而开展的警务合作夸大成是中国要在这个国家建军港，说澳大利亚绝不可能允许中国把所罗门群岛变成澳大利亚身边的巨型固定式航母。他甚至威胁说澳大利亚应该立刻采取行动，动用强力手段迫使所罗门群岛放弃与中国的合作，必要的时候澳大利亚应该入侵并占领瓜达康纳尔岛，颠覆霍尼亚拉政权。可以说这个论调充分地说出了相当一部分澳大利亚人的心思。澳大利亚的军政当局现在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建设是非常忌惮。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的协议在澳大利亚看来，这就相当于中国的武装力量进驻到了自己的家门口。再考虑到前一段时间在中国南海，中国用军舰用激光驱赶了澳大利亚的巡逻机，两件事情加在一起，澳大利亚的愤懑我们在1万里之外都能够体会得到。
作为一个当惯的仆人的澳大利亚，在军事上所有的自信呢，都来自于美军。当中国可以和美国掰手腕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心情自然很慌乱了。毕竟他还是身处亚洲，美国海军力量最近几年来拉胯的厉害，不但战舰的数量越来越少，军心士气也一天不如一天。美国海军的情况着实让澳大利亚担心。澳大利亚还能在西南太平洋发挥领袖地位吗？只能说他们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好，这期话题说到这里。